27章蛮短的哦，但是它是一个转捩点。其实，在利未记的地方已经有讲到这个产业怎么分布哦。那这边有几个问题，首先要澄清一下，就是说不是神没有将产业给女生，哦，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男女其实各有分别哦。我们中国人就会讲男女有别嘛，对不对？男要管的事情，女的就比较不容易管，比如绣花这种是女生做比较好，对不对？当然也有男生比如在这个地盘搭棚建房子这个男生做比较方便那你颠倒过来也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规则就不是绝对的，规则都是相对的。大部分人认为对的事情，大家就立规则对，这个规则以前是孔子讲道的时候，是孔子坐下来，学生都站起来的，对不对？慢慢变成就老师站在那边，这就规则，这个没有对错的大家同意就好了我们下次来一次，我坐着，大家站着。所以读经是要很活的，因为神是活的神应用要很得体所以有人说我们人有4个字一个就是知识，一个叫做常识，一个叫做胆识，一个叫做见识，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你没有知识也有点常识，对不对？那什么叫知识呢？就读书是个知识，明白神的话是个知识。所以神也告诉我们，在那个彼得后书3章9节告诉我说，你们的恩典跟知识上都要有长进。我们都希望恩典长进，哎呀，神你多给我点恩典，多给我点恩典。其实恩典长进，神也同意，但是神说你要在什么地方长进知识上要长进。一个如果只有恩典上长进，知识上不长进，就是小 baby 嘛，对不对？小 baby 是恩典，你只有照顾他们怎么办呢？对不对？他哭他闹，你就带着他走，但是你要知识长进。所以神说你要在恩典跟知识上，神给你恩典没问题，但是你也要在知识上认识神。说正常的知识用在对的环境里面，那个叫做常识。知识告诉我们说，水到了100度就会滚，就会烫。这个知识你知道以后，你看到100度的水，你就不用人手去摸，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常识，因为不读物理的人，他知不知道滚的水不能摸知道。这个就是知识用在对的环境里面，叫做常识。就跟做生意一样，对不对？美国东岸有海啸的时候，那一天可能整国的股票会掉下来，这是常识，对不对？当黄金升的时候，美金就会掉，这是常识。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个我不用读经济，我也会知道，因为这是常识。那一个人如果没有知识，也应该有点常识。所以我们常常骂人的时候说：“拜托你有点常识好不好？”有没有人说拜托有点知识好不好？有没有这样骂人没有，对不对？说不读书也不能骂他没知识，对。但是他有没有常识他有常识一个没有读过书人，他有常识下雨了就拿把雨伞，这不需要知识的嘛，对不对？天气热了就应该穿薄一点嘛，需要知识不需要嘛？你不需要去研究人的体温是多少，太阳这个紫外线是多少，晒在你身上多少会痛，所以我要衣服穿少一点，你不用这样子算了。那个是常识，所以在属灵上也是一样，有些是常识，有些是常识。那我们要尝试用得更彻底，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就是知识。有了知识，用在生活上变成常识，你做人就有胆识。保证你做人没胆识，怕这个怕那个，因为你不了解。有了胆识以后，还有什么事见识，你就去告诉别人，对不对？你试了前面3个，你就会跟人家讲，你这个是没关系，没有问题，对不对？这个慢慢就会好，这个就情形会改变，不是像你想象那种讲，就叫见识。所以在以色列的里面，神所有颁布的律法，就是这4个事的一个表现。神先给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神，为什么颁布律法？颁布律法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神是一位怎么样子的神。为什么有家规
现在没有家规了，对不对？为什么有家规啊？要认识这个家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家，对不对？为什么公司有法条啊？让人家认识这个公司是什么样子的公司，对不对？第一条不能迟到早退，就告诉你这个公司是不能迟到早退。如果他没有这一条，你迟到早退没关系啊，对不对？为什么国家有国法？要你认识这个国家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国家嘛？所以这个律法颁布下来，不是要我们绑我们，要吓我们，不是。律法下来就是要我们认识神，对不对？神是一位怎么样子的神，就是这么简单。那既然有法条，就不能模棱两可嘛，是不是？如果模棱两可，那就不叫法条啊。像有的国家有法比没有法要惨，对不对？那个就模棱两可的法条嘛。得知、视之、可知、为之，那就惨了，对不对？你的解释跟我解释不一样，等一下我们都会看2则新闻，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法条。所以你懂得圣经，你做生意会有头脑；你懂得圣经，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有智慧，你知道原则在哪里。那如果你不懂圣经，你靠知识也可以，但是知识不会让你长进的，因为你需要恩典，对不对？我们只有知识没用的。世界上有多少人很厉害的，他不认识神啊，他没有恩典啊，他活下去没有多大意义啊，对不对？真的没有多大意义啊，因为他每天怕的要死，对不对？他也不知道死了去哪里，对不对？他看到神就拜，看到庙就拜，为什么怕呢？对不对？看到人都跟他鞠躬，为什么他怕呢？所以这个事很重要。所以为什么神没有将产业给女生、给男生？因为有规则，规则就很清楚。神不能说喜欢给谁就给谁，那个不叫规则，那叫混乱。神不是个混乱的神，所以有规则，大家就得以什么？要守规则。规则有没有绝对的对错啊？没有。我前面讲，古时候讲道的时候，不是讲道，古时候讲学的时候，老师是什么？坐着，学生站着。那你说这样对还是不对呢？见仁见智。现在是刚刚相反，学生坐着，老师是什么？站着，对不对？这个没有对错的，这是就规则，大家同意的就要去遵守。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马先生不来教会，为了祷告也不来听福音，他来几趟这个丰益组的真理班，他就很清楚，对不对？什么时候要拍空军，什么时候拍陆军，我告诉他。对不对？什么时候要硬，什么时候要软，对不对？什么时候要攻，什么时候要守，绝对有法则嘛，对不对？没有常识有点，没有知识有点常识嘛，对不对？这个完全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要学习。你不要你说，等下我们看一个新闻呢，是耶鲁大学的陈轩院长，你看他讲什么话，我们就给你们点常识，让你们做人有胆识，让你们出去有见识，对不对？所以。律法不是重男轻女，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以色列对女性来讲是比较保护的，因为呢，以色列人入以色列的籍是要妈妈是以色列人，你就是以色列人。如果爸爸是以色列人，还不会行做以色列人。所以在某一方面来讲，他对女性什么更珍贵。欧洲有女王，为什么有女王呢？就是根据民数记27章的。为什么东京紧张的要死啊？因为生不出儿子来，生不出儿子来。有没有玉皇？有女生做玉皇的？还没有，对不对？还没有。为什么英国有女王？荷兰有女王？瑞典有女王？为什么？受圣经的影响，女生可以承受产业啊，对不对？但是在另外一个，这个在日本不行啊，因为天王嘛。然后为什么神要这个产业给男生不给女生呢？这个蛮有讲究的。如果神跟产业男女不分，给谁的给谁，就会发生很大的数学问题。这边有没有读数学系的？有。读这样，那你应该可以看。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什么妻子联合，2人成为一体。所以如果产业男女都是这样子，我跟你讲，这个国家最后会发生
很大的危机，大家都回去想生女生。将女生娶过来以后，那个产业就是我的。你们有没有看过套电影叫做《新少林寺》啊？少林你看电影跟圣经连在一起啊，里面有2个军阀，一个演的是刘德华，另外演的也是一个明星，就不知道。谢霆锋。谢霆锋啊，不是，谢霆锋是他的手下，另外一个军阀，2个，在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要打仗，因为呢，这个俄罗斯人要盖一条那个铁路，要直接进到中国来，那。刘德华就觉得说，我可以做霸主，但是我不做外国贼，所以他反对这个事情。他跟另外一个大军阀的2个要结盟，结盟以后呢，他们攻下一个叫做登州，登州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在河北省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登州一灭，这个兵临就城下了，这登州，以后这2个军阀。就结为兄弟，结为兄弟呢，刘德华有个女儿，那个军阀有一个儿子。打下登州以后呢，那个军阀就请刘德华吃饭，2兄弟吃饭，看这个登州怎么分。然后呢，刘德华楼下下面有一个叫谢霆锋，你们刚刚讲的，就要准备杀掉那个军阀，帮他的组织就刘德华抢下登州。咱们2个一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另外一个军阀就讲了，他说：“老弟，你打下了登州，我们要怎么分啊？”这个刘德华就说：“大哥，你说怎么分就怎么分，不是讲好1人1半吗？”那个军阀说：“我不要了，我全部给你。”刘德华吓一跳，这是什么诡计啊？对不对？这个人可能读过圣经，对，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吃亏的，我数学都数得很好。”将来你的女儿嫁给我儿子，还不是我的？为什么我用这个电影故事来告诉你们民数记的事情？如果全部的分，将来女生嫁过去，从马拉西嫁到但支派去，马拉西的女生有分到产业，嫁过去但支派，这个产业属于谁的？属于但。所以女生要不就很喜欢生女生，要不就不敢生女生。这2极端，所以神很厉害。你有没有算到这个数学？我也不是数学系，我就读圣经就了解这个原则，对不对？说为什么事情摆下去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女生如果上前面讲了说，这个西罗非哈的儿女，他是马拉西族的。你说全这个60几万的大军里面，200多万人，只有他没有儿子吗？不会吧，对不对？一定很多家庭没有儿子，但是很多都是什么？嘛，唔敢讲嘛，对啊。这个 John 是真的是很厉害，我觉得他发现真的是，自从顺服以后就开始猛虎，对，做事这个魄力、胆识、见识，这个知识都有了，对不对？唔敢讲，我们今天聚会也是一样，很多基督徒唔敢讲，要不要乱讲，对不对？他就。这个西罗非哈的儿女就讲，全国性的面讲，他说我们的父亲走了，他没有儿子，我们没有兄弟，你没有分产业给我们，那他父亲的名号就会在这个支派里面什么消失。他也跟他父亲辩论，他说我父亲不是得罪神而死的，不是因为背叛而死的，他没有参加可拉党的背叛。可拉党的背叛是一下子地就打开，所有的什么吃掉了，那个是灭亡的，对不对？没有机会。他说他不是，他是死于自己的罪。什么叫自己的罪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所以我们要看一下那个交往方济最近的言语，让整个世上都发生了动荡。要有人出来解释这个事情。梵蒂冈最近的教皇叫做方济，叫做方济。大概讲一下，方济讲了几个事情。这个是第2次的，就是他们发言人就讲一句话：行善不足以使我们怎么得救。
因为方济讲了一篇演讲，他讲到行善的原则。我们再看上一篇的，他有另外一篇，没有，我知道，你慢慢找，有的找到我就讲。方济教皇讲了一句话，其实方济教皇算是一个不错的教皇，敢做的。但是人的想法就是我讲一句话，有的人想正面想，有的人想负面想，那就有很多的问题。我讲一句话，今天真的热，你想正面讲的话，哇，叶弟兄可能被圣灵充满，这么热，对不对？那你负面想，你就讲叶弟兄又在埋怨了，人气不够。人就是这样子，一句话，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人讲，同个时间，就有人什么听到就是负面的，有人听到什么就正面的，对。所以方济他有一个演讲，就讲到说，公开讲就是说，全世界有12亿的天主教徒。他说，非天主教徒、无神论者也可以什么行善？这句话对不对啊？对。对了，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子造的，它里面有讲到，人可以行善，不需要信耶稣也可以行善的。慈济功德会做的善事做很多，对不对？但是要得到神的喜悦，不是做善就可以得到喜悦，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什么由不得我。我行2个善，做2个恶，可不可以3减2得1这样子吗？不行。你可不可以说中华民国有10条法条，我犯了7条，那我有罪，因为3条没有犯。我犯了3条，我没有犯7条，我一加下来还有4条是正面的，我可不可以没有罪？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不行。为什么不行？功过不能相抗。因为神是正义的，公义。因为1条罪就要你死，你犯1条也是死，犯10条也是死。杀1个人判你死刑，杀10个人也判你死刑，对不对？所以法条在神的面前没有轻重，没有轻重。在人的法条里面有轻重，对不对？打人跟咬人哪个比较重啊？一样重，一样。有口臭的比较重。我不知道，因为找个律师来看，咬人跟打人谁比较重？但是打人、咬人跟杀人谁比较重啊？杀人。那我再讲，杀个小 baby 跟杀个老人哪个比较重啊？一样。是吗？一样。不赔偿不一样杀个壮年人最贵哦，有时杀医生是最贵哦，对不对？因为他每个月赚的钱，他要这样子弄下来，算起来要赔很多对不对？杀一个中风的人比较便宜因为他已经是国家的，是不是壮？对不对？在美国的嘛，对不对？恰巧在美国来的嘛，不一样的。杀人在法律上可能一样，但是在民事赔偿上是吧？不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方济讲的原则，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他已经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人，不是只有天主教徒，所有的人他都要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啊？对，因为万人得救，不愿什么？一人沉沦。所以方济讲的是真理，而且救赎是对每一个人的，不是只有对天主教徒，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那个叫做预定论。对，预定论是得罪神的事情，神不能预定你就灭亡，你就得救，就是说是乌灵土民搬一搬就这样子，但是要讲一下乌灵土，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神愿每个人都什么都得救，因为每个都是他的儿女，照着他的形象，所以他讲是这样子。讲完这个之前呢，各自处自己喜欢的东西，有问题就来。有人说，你看教宗都讲了，不一定要信耶稣，不一定要信基督，我都可以行善。那有一本书叫做《Good Without God》，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Good 是什么意思啊？好。Without 是什么意思啊？没有。高是什么意思啊？是从2个零变成1个零。Good 是不是2个零啊？中间2个零，高就1个零了，对不对？所以高。Good without God， 就是做好事不需要什么神，意思就这样子。所以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同性恋有同性恋的想法，这个无神论者有不同的，因为他是个名人，所以讲那句话以后呢，大家都乱掉。
事实上他讲的是真的，每个人都可以行善，但行善不能进天国，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人不是说人非善良不能进神的国，没有这样讲。所以很多人讲说信什么都一样，为什么？我都做好事，做好事不能进天国的，做好事不能移民到美国去的。什么人才能移民到美国去啊？有绿卡，有签证才行。你去到美国门口一站在那边，我是台湾首富，我要进来。美国说我不认识你啊，我只认识那个签证啊，你没有签证，原寄遣返。你也不能说我是公益组的长老，我要到美国来移民，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对不对？他不可以的。这个在法律上没有，美国的海关说对不起啊，你是伟人也没有用啊，我只看那张纸啊。你也不能说我的医术比叶志伟好，我就让他做医生，可不可以的？不行的，你就要那张考试医学院的毕业证书、医师执照才行啊。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很多的简单的问题，我们人没有分清似是而非。所以为什么要你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你才有办法去判断什么事情是对，什么事情是不对，否则你完全模模糊糊。其实他讲的没有错。从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以后，他的血是为每一个人流出的，阿们吗？他为回教徒流，为东正教徒流，为佛教徒流，为不管道教徒、印度教徒，神为每个教徒流过去。所以救恩是临到每一个人的，这个是方济的讲法。但是今天你为什么灭亡？不是因为你的罪灭亡，这很多基督徒不清楚这个真理。罪主耶稣已经什么？赦免了。今天你的灭亡是因为你不相信，不接受，清楚吗？清楚。很多牧师不清楚这个真理，一天到晚掐死悔改，他说悔改什么？主已经赦免我的罪，还悔改，对不对？哎呀，弟兄要信主啊，怎么不信主了？对不对？神已经赦免你的罪，但是有个原则，你要不要？相信。要就是相信，你不信这个事情跟你什么没有关系？阿妹吗？阿妹。政府发6000，一个人发6000块钱，你信不信？你信就去拿了，你不信就不去拿。其实钱发给你了没有啊？有，已经发给你了，已经发给你了，你不拿，因为你不相信啊。所以我上次不是举个例子吗？有一个国家，那个国王生了个孩子，对不对？他为了庆祝他的孩子，他就颁布个命令，所有的死囚犯在12月25号之前，凌晨12点以前，全部可以自由离开死囚犯的监狱，就不判你的罪，因为国王要赦免你了。第一次这个死囚犯有100个死囚犯，假设听到这个消息，有没有人会相信啊？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你看台湾的知道，耶稣爱你，为你定十字架，赦免你的罪了，有没有人相信啊？有，喝水吧。你看我的数学很好，对不对？大部分人都什么？不相信。所以当时候国王发布这个命令的时候，监狱里100个人，有没有人相信啊？有，但是少数。那少数的人，反正就死成了。哎呦，竟然门可以说可以出去了，就出去了。好，这边里面有很多的谣言出现，不要出去啊，那个是骗局啊！你一出去就被拉走砍手，死得更快啊！千万不要啊！有没有人这样讲啊？有。你信耶稣，信耶稣不要啊，那个洋教啊，对不对？那个喝血啊，宝血可以喝，你的肉可以吃啊，对不对？吃人肉的、啊，你要吓死人啊！这个教我能相信啊！民宿没开的时候，他的宣教士都是说先生，你看偷看他在门缝里面看到，你看他红红的在喝血，他不了解。主耶稣，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的身体是可以吃的。他不了解知识，连常识就没有了。没有知识，没有常识，胆识当然没有了。连胆识都没有，哪里有见识了？对不对？是4个识都没有了。那个叫什么识？无识，对不对？完全没有是空就是空，空，对不对？所以你看，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有5个出去，他相信，然后
监狱里面再重播，国王为了生孩子，为了生那个儿子庆祝，所以赦免大家的罪。你们在12月25号之前离开这个监狱，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是自由人了。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有人又相信出去，说福音要一直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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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有人相信。最后99个人的出去，只有1个人不出去。那个人是里面犯罪最轻的，他是误杀，但是被判死刑，所以他很质疑。他说：“你们杀这么多人，你们该死，我是不该死的，我是好人，我都行善事，我是不小心杀死几个人，我是冤枉的，我要等国王来赦免我的罪，我不相信有这么好康，我杀人就是杀人，我要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啊？有。我今天就跟你们讲一篇传福音的真理的道是怎么传福音的，人的心态在想什么。那个人就是最质疑，觉得自己的方方正正。你们啊，你看你杀5个，你杀10个。对不对？你们都该死的，还出去不敢担当，还取笑我们，有没有？有，取笑你基督徒啊，对不对？然后最后12月25号，12点，恩典的门什么关门，法条时间过了，他就被拖出去砍头。砍头之前他不了解，老毛，他叫老毛。老毛就问老蒋在哪里？老蒋已经离开了。那老叶去哪里？老叶也离开了。他们不是杀了5个人吗？国王已经赦免他的罪了。他说：“那赦免他的罪，那我的罪被赦免了，我只杀1个而已。”那个砍头的人说：“你的罪是被赦免了，你今天死不是因为你犯罪的关系啊，是因为你不相信国王的话的关系啊，死得还冤枉，对不对？”因为罪，国王已经什么赦免了。你今天不愿意出去，你今天为什么被砍头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不相信。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说我犯罪没有人救我，你不能这样子说。你这个病药已经发明了，你只要愿意去拿一颗药，病就好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拿，不是病害死你的，是你的无知不相信害死你。阿们吗？阿们。弟兄姊妹说，为什么读经？为什么聚会让你明白真理，让你明白神的心意？阿们吗？阿们。所以你看，他们一直在这个解释。其实方济讲的没有错，罪已经赦免了，但是你不接受神的恩典，你靠自己做行为、做善事，能不能上天堂啊？不是。就像刚刚我故事里面一样，那个不出去的人，每天扫地，每天擦地，每天帮人按摩，他就不会死吗？不行。他做很多善事，我也不吃禁食给对方吃，他也不能赦免他的罪。只有国王怎么才有办法赦免他的罪？但是国王现在罪赦免了没有啊？赦免。今天你死是因为什么？你不相信国王的事情。所以方济的原因是这个。后面还有一个，看一下这个 yellow。耶鲁神学院为儿子办同性恋，被指控伤害教会。我们这一次，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教会历史第四次最后一次，就会讲到美洲，因为上次的中世纪开始的教会历史，古时上面都市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后来去安提亚，慢慢这个教会的历史从保罗传福音到马其顿，一直到了西班牙，所以教会在近代或者中古时代教会的历史都以欧洲为主题，所以我们第3次、第2次都讲到欧洲嘛，对不对？德国、德意志、意大利、这个西班牙、葡萄牙，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宗教的形式？我们没有讲到美洲，因为美洲的历史现在是270多年而已，对不对？美国的历史。然后美洲有北美洲、南美洲、中南美洲，所以这一次会讲到美洲、非洲、亚洲的教会历史，所以最后一次讲。然后 Yellow 是1701年英国的巡礼会的基督徒在美国建立这个，1701年了，到现在多少年了？300多年。Yellow 300多年历史。成立Yellow的是什么人啊？宣教士，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
训练宣教士。所以以前的宣教士不是只有读神学啊，所以很多马街啊，这个蓝院长啊，他来到欧洲的宣教士来到台湾，他会拔牙，他会看病，他会开刀，对不对？他会盖学校，他是教育家，他不是只有读神起初神创造天地，不是啊。以前的宣教士都是一流的人在做宣教士啊。那现在有人说啊，现在混不了社会去混教会，对不对？社会没工作去教会啊，所以我们的小组，我们也要收留那种人，但是我们也要，你认为自己是优秀的，你更应该来服侍神，阿们吗？阿们。我们不是要追求完美，但是我们要追求什么？卓越。你不能躺在那边，我今天只有30分，我不是30分就满足，你不能只靠恩典，你还要靠知识，认识神。我要每天进步。我今天虽然是30分，我要明天到40、50、60，说我要卓越。说基督徒要追求卓越，这是讨神喜欢的事情的，阿们吗？阿们。你做不到，你读经不行，你讲话不行，学嘛，对不对？你查经不行，导读不行，你学嘛，对不对？没有东西不能改的，阿们吗？阿们。最糟糕是啥？我就是这样，不能改的，你要靠恩典了。神也给你恩典了，你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给你恩典，没问题，教你们绝对给你恩典。我们可以靠恩典，但是你对神的认识有限，你没办法经历神。神的伟大你不了解，神的公义你不了解，神的智慧你不了解，神的慈爱你也不了解，因为你是个小 baby， 你只有靠恩典，奶瓶来，嘴巴打开，对不对？换尿布，睡觉，3个东西。所以本来耶鲁大学是300多年历史，是创办的人是为了宣教士的训练。现在他的神学院的院长今天为自己的儿子办同性恋。同性恋神有爱，但是同性恋的罪神憎恨。这2件事情，神爱同性恋的人，因为他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子创造。但是神不喜欢这个行为，他爱我们。我们犯罪，他痛恨那个罪，是不一样的东西。你爱你的儿子，他犯罪，你会爱他的罪吗？不会，对不对？但是你仍然会爱你的儿子。好，我们就这2个东西要了解的一件事情了。话语的表现会很容易让我们各自表述。说本来律法里面规定产业是给男生，但是这个法条一下去以后，因为法条是当时候有它的背景故事在那边的，对不对？我们清朝的时候背景故事，我们必须要什么？前面剃得光光的，后面留得长长的，这是它的法条规定。那现在需不需要这样子啊？不需要。以前是留发就什么？不留头了，对不对？现在我们留发也可以留头，不留头也没有关系，对不对？随便你，对不对？以前女生要怎么样？弄小脚。中国弄小脚什么时候开始的？古代十国，李后主的时候，陈国有个叫李后主，重其良臣。我怎么这么厉害？我都记得起来。其实我没有好好去记，这熟惯性，你多讲就会知道，对不对？广东人有一首诗歌叫《帝女花》，你有没有听过？要不要唱2句？这个香港凡是做什么慈善研究的时候，都会将2个很有名的广东粤剧出来唱《帝女花》，对不对？这个含泪跟驸马跟这个驸马的太太公主2个就含泪来到台前，兵临城下了，没有这个亡国了。所以他最后一句话就愿我世世代代不要生在帝王家。它里面还讲将砒霜放在葡萄的酒里面，我们一起干杯将它喝下去，因为兵临城下，做亡国的皇帝。相信什么？我们的国是不被震动的国，阿们吗？我们今天地上有困难，这是小之又小的事情。我们要靠着神打赢这场仗。撒旦是不放弃的，拉一个就算一个，找人占领。所以我们会是个肢体的扶持，我们要肢体的配合，我们要互相的祷告。所以前面告诉我们说，律法开下去以后是给人的，不是给神的。
但是律法里面有没有完全不尽到人情的？会有的。为什么？法条不可能考虑到每个人，考虑到每个人那个不叫做法条。所以英国他们叫不成民法，他们没有法条，他是用惯例。法条有法条好处，像我们是用德国是用成民法，法条规定，对不对？犯什么法快？所以台湾的律师比较好做，为什么？背法条。但英国的律师比较不好做，因为他要背什么惯例，有辩论，对不对？以前是怎么判，现在是怎么判？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人的关系，因为环境的关系不一样，我们要怎么判？所以他考虑很多情理法。那成文法就不是杀人就杀人，管你是肚子饿杀人还是恨人杀人，不管了，杀人杀人。所以法条不一样。圣经里面神给人的规范也不能说面面俱全，很多人那个叫做 case by case， 个案要个案处理，明白吗？所以原则你抓住了以后，其实处理个案你是很简单。所以有一个马拉西的儿女叫西罗非哈，他就讲我们没有兄弟怎么办？摩西就问神，神就告诉摩西，他们讲的有没有理啊？有理，将产业分给他们。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分产业给他们，他如果是马拉西派，他们嫁到但支派，马拉西越来越什么萎缩。所以在后面民数记36章有解释几个事情：没有儿子的产业给女儿，她只能嫁给同宗。问题就解决了。你是马拉西的儿女，你没有兄弟，你有产业没关系，你最后这个产业是什么？你还是要嫁给马拉西的什么同宗？不管堂哥堂弟了，叫同宗了，就是一定是男生就是了，不能这样子，对不对？是男生，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不能有同性恋？这跟产业有关的，对不对？这跟世界上的平衡有关的。如果你读阴经，那个易经就知道了，这跟阴阳有关的，你知道？很多人就是易经就是异端，你完全错误。你读圣经，你看易经很简单，对不对？易经就讲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易经里面主要讲到是什么？讲到成全，成全人，教化。易经的教化，下雨了，什么时候看到？你看这个天色下雨了，对不对？你要准备什么事情？所以易经讲了8个卦嘛，对不对？天地水火风雷三者，对，这个8个怎么骗？我就是上次那薛礼在这边，他说他认识易经，追求易经，找台湾最有名的易经老师教他，读了3年还是蒙查查，对不对？我说我只读了1个礼拜，了解1个礼拜，我就跟他讲，他说怎么这么清楚？因为我了解圣经，对不对？圣经也是跟易经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易经是讲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圣经是讲到人与自然还有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了解这个原则，事情就好办多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易经找来算命啊、卜卦，这个乱讲，本来就不是这个意思。易经不是用来卜卦，不是用来算命的，易经是用来教化百姓，成全个人，为别人着想。圣经是不是教化我们啊？是不是成全我们啊？是。所以圣经跟易经完全不矛盾。有人看到易经说：“哇，你是异端了，这乱讲，你根本没有读通圣经啊，对不对？”易经是个知识，当你明白这个知识，其实所有的知识都来自耶和华神，阿们吗？今天不是跟你们讲易经的啊，你会发现易经里面讲到，连保罗的话都有在里面的，对不对？你会觉得说保罗的思想，其实易经里面有这种思想，你知道吧？所有善的观念都来自谁啊？来自神。保罗的神，易经，对不对？这个我们叫做伏羲嘛，对不对？伏羲创办8卦嘛，对不对？文王创办什么？这个64卦嘛，对不对？然后孔子创办什么？10义嘛，10义就是易传，对不对？讲太多了，不要讲这个啊。意思说，所有东西都跟神的话什么会连在一起，所以他们怎么分、怎么弄都有清楚。你的第2段就讲到新的领袖出现，为什么要领袖？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不能做领袖？世界上最不好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民主是投票数人头，选出来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你一家大公司，你有没有听过说 IBM 选 CEO 是用投票的？那就铁垮，对不对？一定选这个无能的上来，每天都客客气气的，对不对？
所以他为什么会讲？他要去寻跟秘密，对不对？他要看他的背景、能力、处事，这符合圣经的教导，你知道吗？这民主是人粹主义19世纪以后、18世纪以后的产物，讲公平。我想请问一下，扫地的跟那个有钱的讲公平，讲得公平吗？你一票，他一票，他可以影响10万，你影响你老公都有问题啊，对不对？不公平。所以事实上，圣经里面从来不跟你们讲公平，对不对？我是第一次在很早以前跟大家读圣经，你千万不要说神要讲公平，世界上没有公平，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将来才有公平。神现在跟我们讲的不是公平，叫做公义。公平跟公义不一样。公平是啊，我做8小时，你做8小时，我们要一样的钱。你太太这么漂亮，我太太也要这么漂亮，对不对？你儿子这么孝顺，我儿子要这么孝顺。现在我们12年教育就讲公平了，会发生危机。是全台湾都是庸才的话，怎么跟人家竞争呢？那庸才不是不好，对不对？该做庸才的时候就要做庸才，知道吗？自己是庸才，不知道去做领袖的话，就会很惨哦，对不对？不是千里马，当千里马去跑，没跑2天就死掉了，对不对？如果你是千里马，你到普通马来弄，它也2天也死掉了，因为千里马要吃1顿，普通的人只吃500公斤，对不对？你给不到1顿，它又死掉了。所谓教育就是分辨哪一个应该跑1000，哪个应该跑500，哪一个应该跑200。那跑200没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应该每个行业都有千里马嘛，对不对？煮饭需不需要千里马？需要。服饰要不要千里马？要。种田要不要千里马？要。这个捕鱼要不要千里马？需要，它才会捕到尾鱼嘛。你叫我去捕鱼的话，只有捕到乌锅鱼嘛，对不对？乌锅鱼还不一定呢，对不对？那你叫我这个医生拿去捕鱼，那是不是共产主义啊？那就出现问题了。我们现在办12年国教没有弄好，就共产主义，就死路一条。你给那些 IQ 90、80的人跟 IQ 150的人去比较，谁比较辛苦啊？啊，2个都很辛苦啊，对不对？一个脾气很好的，一个脾气自由啊，我是教会里面脾气最好的，其实跟你在一起也很辛苦，因为你脾气都认为最好嘛，谁跟你在一起有错都是那个人嘛，对不对？所以我跟教会里面在一起，我最喜欢跟脾气不好的在一起，起码有事逆向操作成功之道，你这种单线操作，你就会血本无归啊！这是来自神的观念。所以教育也是一样，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说，我 IQ 比较低，我 IQ 去太空站研究科学就需要 IQ 高的人了，对不对？种田就需要勤劳的人啊！每个行业都会出状元的，真的。我们很了解这句话，那为什么每个人要进明星大学呢？对那个知识不够的人，对这个也很辛苦嘛，对不对？而且国家需要每一种人，全部都是天才，有没有用啊？没有用，谁煮饭给你吃啊？谁帮你洗衣服啊？下水道坏掉，谁帮你去弄啊？你叫那个北一女毕业的去弄下水道看看，他不会的，对不对？你叫建中的毕业，你去知道茅坑撕掉怎么去戳2下，他也不懂的。各尽其职，阿们吗？小组也是一样，有人讲道，有人服侍，有人搬椅子，有人准备这个。最糟糕是不做，其次糟糕放错位置，都要需要认识神。所以神为什么选择摩西？你know神为什么选择约书亚？我想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心情是最不高兴的，你知道是谁吗？加勒跟约书亚2个都是什么？12个摊子里面之2，2个人讲都是什么正面的话。加勒一定说：为什么约书亚不是我？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态啊？为什么新约的站在前面？对不对？为什么我不能做领袖？你可以做领袖啊！加勒后来也做领袖，对不对？攻打希伯伦，希伯伦人笑他，80岁了。牙齿有几根啊？还打仗，所以加勒宣告：我力气如当年一样强壮，对不对？
我凭着耶和华给我力量，我可以攻打希伯伦。希伯伦是山城啊，要爬山的。80岁能爬山吗？熊哥，你们小组里面有没有80岁去爬山啊？对啊，60就爬到喘了，对不对？你看，这个希伯伦，这个加勒，你说加勒这几个环境里面，他最不舒服啊。加勒有没有埋怨啊？没有，因为是神选，给的越多，神要求你越多。摩西，神给他这么多，他是犯了一个错，就是加底斯的叫做米利巴地方，叫他吩咐磐石，他却击打磐石，这么简单哦，对不对？我跟天祥讲，天祥，你吩咐人唱起来就好了，他去击打人，对不对？所以目的达到了，大家就起来了，这叫做不服从嘛，对不对？神叫你吩咐大家起来，就起来了嘛。你不相信，你要打一下才起来，对不对？大家果然都起来了，没有功劳。神说你不配，你不相信我的权威，你不能进迦南。刚才作曲那个 Charles 啊讲得很好，他说啊，摩西默默的承认，其实摩西没有这么伟大。我们读《生命记》后面就看到了，摩西求神的，因为摩西是认识神的人，他知道迦南地的美丽。如果你不知道好处，明天丰益族休息了啊，好高兴了就休息了，因为你不知道丰益族聚会的快乐啊。如果你知道怎么又休息了，那就不要了，跟耶利斯讲不要了，端午节休息什么嘛，对不对？来聚会反正没地方去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你知道来到这边你有得着，你人生会有看见，你就会愿意来。摩西知不知道那个迦南地很漂亮啊？他知道。所以摩西第一个反应说：“神啊，你真的太严厉对我。”神说：“是又怎么样？”真的，民数后面生命记就这样子啊。摩西再求神，拜托嘛，我这犯个小错嘛，对不对？我帮你做什么多事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对不对？拜托嘛，拜托神说你不要再求了，我决定自己不会干改的，真的是这样讲啊，不是我乱吹的牛啊，这都录音的，圣经就这样讲啊。你的摩西心不甘情不愿还是不行，为什么？他知道真的想很好，他在求神，神求你怜悯我，让我可以进到里面去。神说你不要再讲。为了你这么的忠心，我带你去一个山顶去看一下。这个不看还好，一看死不瞑目啊！死不瞑目。带你来看一下风筝小组的聚会，不看很好，一看离不开了，对不对？你有神的同在，所以最后摩西就山上，神亲自埋葬他。这是后面的故事。那为什么选约书亚？迦勒是最容易感觉伤害的，对不对？因为他跟约书亚一样伟大，但是迦勒没有讲一句话，因为他知道神用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迦勒有后面迦勒的角色，对不对？约书亚虽然是神选的领袖，但是他跟摩西还是不一样。摩西可以直接面对面跟神说话。约书亚不行，约书亚要透过谁啊？大祭司以利亚撒，以利亚撒要透过什么？乌灵间接的。约书亚不能说神啊，他们不听话怎么办呢？神啊，有人说他没有弟弟，没有哥哥，我又怎么办呢？他直接跟神讲，神就跟他讲怎么讲，这那个感情不一样，对不对？那个关系不一样。约书亚是神的仆人，也是领袖。约书亚神该怎么办？当场击毙。神没有给你这个权柄。神说你的权柄在哪里啊？所以他前面有句话很有意思的，在16节在18节，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的面前分数他20节，又将你的尊荣分他什么几分？没有全部尊荣给他，给他几分？他虽然是领袖，但是那个尊荣不一样。摩西在神的面前面对面像朋友一样可以聊天，约书亚不能这样做。
神给他的权柄，你要跟在大祭司的面前。现在后面我们读到后面民数生命记里面稍微提到一点，那约书亚记在做每一件事情，他都要跟以利大祭司的面前问大祭司这个事情可以不可以？大祭司说可以就做，大家说有反对有正面有同意不同意，好，大家摆不平了就什么乌灵土灵，跟我们现在的宝贝一样，就学台湾的宝贝就是圣经的嘛，对不对？一看去黑白，一看去阴阳，对不对？丢到大家高兴为止才算，对不对？就是以前不行的，对不对？他现在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哪一个叫 yes， 哪个叫 no， 对不对？你这个事情现在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到什么时候才取消乌灵土灵？你知道吗？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到五旬节的时候，以前我们都需要靠神。我们来丢，现在我们要靠圣灵来判断应不应该做，阿妹吗？阿妹。所以长老不是用选的，执事不是用选的，是用圣灵知道哪一个用。如果大家都很正常的教会，那不正常当然不是嘛，交情好一点就投大票，对不对？大家有圣灵在里面，所以到最后一个用乌灵土明来判断谁是谁的，就是犹大死了以后代替犹大的位置的有2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一个叫马提啊，有个叫马提啊，一个叫什么？一个叫 X， 对不对？查一下 X 是谁，好不好？使徒行传里面2个人，彼得不住，我说玛利亚，我说了算，行不行啊？不行，他们求告神，求告神以后就用叫做研究，研究就是乌灵跟土灵的决定。最后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后来打发谁去做什么事情，全部不用研究，不用乌灵土明，用什么？圣灵。所以圣灵的时代过了，我们现在所有事情，我不会说，我们现在需要个秘书，大家投个票好不好？不会这样做。圣灵决定谁去做这个事情，谁去做这个事，大家都服在圣灵里。所以这2件事情，我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一下短短的圣经节，也能看到这么多的。真理在里面，一个叫马提亚，一个叫什么？巴撒巴，超过犹士都的约瑟，超过犹士都的约瑟，2个人最后投告，这个3个字的赢了5个字的，就是保护成功。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所有的异教徒的学习方法都是根据圣经。我们现在有没有在用乌灵土明呢？也有，现在就是叫做公投。对不对？公投摆不平的嘛，公投要不要建核适？就乌灵土明，对不对？现在用这个名字不一样嘛，对不对？1分2等于公投出来以后，对不对？这个讲下去很多事情可以讲，所以圣经4000年前写的东西跟我们现在都有关系，对不对？所以神的伟大就在乎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我们人想每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积极正面去思考，阿们吗？阿们。如果不是积极正面去思考，连教王讲的话都有人有各种意见去讲，那我们就要非常的清楚，到底谁讲的符合真理？那你必须要有什么知识，你才能用在常识上面。你讲话才有什么胆识，你做人才有什么见识。我们一起低头做好。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中午你再次提醒我们，耶和华坐着为王。主，每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只看见神祝福的手。有些事情是要我们学习的，主，我们不过是尘土。主，你将思念的时间减少，你用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主，我们这边有工作上困难的，有家庭困难的，有身体健康上困难的，有心里面不愉快的，有忧郁的，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主，你赦免我们，也要医治我们。亲爱的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将我们家人、我们的兄弟姊妹都仰望在主的里面。求主你恩待这个小组，恩待他们的家人。我们将荣耀、权柄、国度来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